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婆婆故意害我流产，我让她磕头认错。为此，我和丈夫冷战3个月。后来我撞见婆婆带小三去买房，他们指定让我服务。她费尽心思地想要嫁给我老公，我婆婆也早已将他们视为一对。殊不知，我早就想摆脱这一家子极品了。小三简直就是我生命中的贵人，为了感谢她，我包了一份大礼，亲自送货上门。我和周赫然结婚5年，一直都没有孩子。婆婆天天在我耳边念叨，就是养只鸡都该下1窝蛋了，还怪我一心只想着工作，一点都不操心生孩子的事情。可我总是觉得要孩子这件事急不得，顺其自然就好。这天，我和周赫然早早的就洗漱完，准备睡觉。婆婆径直开门走进我们的卧室，我扭头一脸愠怒地看着周赫然。婆婆不是第一次不敲门就直接进来了。结婚那天，我们前脚刚走进房间，她后脚直接打开门就走进来，说是怕周赫然累了，想为他搓搓澡，按摩一下，缓解他的疲劳。看着他们轻车熟路向浴室走去，我很吃惊，我第一次萌生了后悔嫁给他的想法。周赫然，你别告诉我，你24岁的人了，还要你妈帮你洗，还不带周赫然说话。婆婆就瞪着我，24岁怎么了？在我眼里，无论他多大，都还是个孩子。恶心，我要吐了。可能是我眼神里的阻止意味太明显，周赫然脸上也露出些许尴尬，拒绝了他妈的请求。只是这样还没完，都已经半夜12点了，他又走进来，说是送杯牛奶给周赫然，这样帮助睡眠。万幸我是在兴趣盎然的数份子钱，不然我能埋头扣出30一听。后来我就养成了睡前必须锁门的习惯。刚刚我就提醒周赫然要锁门，肯定是他忘记了。只见他端着一个碗进来，我原以为又是去哪里高价买来的补品，端来给周赫然补身体，没想到他朝我床边走来。江鱼，这是我去一个老道士求的生子配方，你快喝了，保证能生。还意味深长地补充了句，你们今天晚上一定要那个啥，争取早日让我抱上大胖孙子。嘿嘿，看着这碗黑漆漆还混杂着一股酸臭味的药，我忍不住的犯恶心，跑到卫生间干呕了几次，出来婆婆还杵在那，一副我不喝势必不走的模样。我想也没想就说我不喝，她的笑容戛然而止，换上尖酸刻薄的嘴脸，露出往常对我的一般无二的态度。你今天必须得给我喝了，我们周家4代单传，可不能毁在你手里。周赫然也在一旁帮腔鱼鱼，你就喝了吧。我冷哼2声，转身看着他，要不你来喝。他当时有些恼火，坐直身子，指着那碗药，你别不识抬举，我妈辛辛苦苦给你熬的，你说不喝就不喝。我比他还心火大，他自己熬的，提前告诉我1声了吗？我又没说要喝，越想越气，凭什么我们女人就得传宗接代，延续香火，并且最终还是由女人来为难女人？我有自己的工作、事业、理想，我能挣钱，自己养活自己，孝顺爸妈，兼顾家庭，没给这个社会拖后腿，我已经很了不起了。我接受高等教育，起早贪黑，发奋读书，不是生育才能体现我作为女性的价值。我噌地起身，开始穿衣服，走，我们现在就去医院，看看到底谁有问题。如果我有问题了，我会接受治疗，但我的目的是健康的身体，不是专门为你生儿子。如果没有，那么我请你喝了那碗你们认为的药，
得亏周赫然还混到上市公司副总的职位，竟然也能说出这么封建思想的话，不知道脑子是不是全都贡献到他那些项目上去了。见他一直不动，我抢过婆婆手里的碗，砰地放到床头柜上，不耐烦地喊了一声：“滚起来！”见到这阵势，她也不得不麻溜地爬起来穿好衣服。我看着手足无措的婆婆，微微一笑：“等我们回来，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。”刚打开门出去，就撞见站在门口打算开门的公公，双方都吓了一跳。“爸，你干嘛去了？现在才回来？”周赫然询问道。公公裹紧外衣，不好意思地摸摸头，嘿嘿两声：“和你王叔他们打牌呢。”可是王叔今天……周赫然还想说点什么，却被打断了。公公遮遮掩掩，一点也不自然，开始转移话题：“大半夜不睡觉，你们干什么呢？”我觉得再聊下去也无济于事，有事出去一趟，您早点睡吧。擦肩而过的时候，我闻到了他身上淡淡的栀子香，分明是女士香水的味道。去到医院，大半夜的，也只有急诊医生和值班医生。我们只是来做检查的，也不能挂个急诊，省得浪费资源。况且有些检查也做不齐全。周赫然想走，我硬拉着他在医院坐到早上8点，顺便让他请1天假。席间，他也一直在帮他妈说好话。他将我的手牵过，在掌心揉搓：“鱼，那是我妈，你就不能让着她点吗？你说，我妈有的，你妈有；我妈没的，是你妈也有。平心而论，我对她还挑得出错来吗？怎地？她整天抱个孩子往我面前凑，说谁家又生了，哪家孩子怪可爱的。我说她一句了吗？”周赫然不由得加重语气：“她就是想抱孙子。你看谁家都结5年了，还没有个孩子。”被捂了一会儿，手仍冷冰冰的，心里的温度也缓缓下降。我将他的手甩开：“那怎么不见他说你是只不会下崽的猪？我可不觉得我有什么问题。”我能感受到他身体片刻的僵硬，他硬生生挤出一个笑：“我怎么可能会有问题？老婆，我们还是回家吧，我让妈不催你就是了。”我不由分说：“走吧，到我们了。”一系列检查做完，拿到结果，已经中午了。我看着我自己的那一份检查结果，全都没问题，并且还有个意外之喜。我准备去找周赫然，却撞见他急匆匆地从卫生间出来。我抓过他手里的结果，看了看，都是正常的。他像是松了一口气：“老婆，你看，我就说你小题大做了。那我们都是正常的，也许是平时不规律生活导致的。”我重新翻看他的纸张，立马发现了不对劲。周赫然，我问过医生，你不是检查了5项吗？怎么这里只有4项？他挠挠头，眼神飘忽不定，说话也吞吞吐吐。“哦，那个可能是不小心弄丢了吧，我看过，没什么大问题。走吧，我们回家，我保证不让我妈折腾你了。”想到刚刚他从洗手间出来的别扭劲儿，我心里顿感不妙。我转身快步走进去，左边刚好有个垃圾桶，白色的一个小角露在外面，在我看来尤为明显。我抽出来一看，果然是他的检查单。沿着名字往下看，结果那里的第3个字赫然映入眼帘：弱精症。我心里暗笑，果然呐，果然。看着他不堪言说的脸，我嘿嘿一笑：“走吧，回家喝药去。”当初我和他自由恋爱，两家匆匆见了面，就准备结婚事宜。我爸妈觉得他太听他妈的话了，没有主见，一点不符合做他女婿的标准。可是耐不住我那时候喜欢他妈，就像砍白菜价一样，将彩礼奖为了原先答应好的一半。我爸妈为了我的幸福，也勉强答应了，希望这样
婚后他能对我更好一点。婚后我才后悔没听爸妈的话，他果真事事都听他妈的话，下我面子的事没少做，自认为知根知底，也没去医院体检。看来婚前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。我白白遭受他妈凭空想象的孙子5年的折磨。一进家门，婆婆就迫不及待迎上来：“儿子，是不是他不能生？马上和他离婚。”她完全没注意看周赫然阴沉沉的脸。“没事啊，儿子，妈给你重新找了个你王姨介绍的，那姑娘一看就好生养。”周赫然眼睛瞪得像铜铃，突然冲着婆婆饿狼咆哮：“你别说了！”婆婆被唬得一愣一愣的，我一看立马就乐了，本来是想将结果甩她脸上的，看着她被吼得要哭不哭的，我也有点不忍心了。将单子放在桌子上，我就去把药端出来。喝吧。周赫然看着那碗药无从下手，欲言又止。婆婆出来打圆场：“哎，多大点事儿，不就是一碗药，不喝倒了就是。老巫婆，昨天你可不是这样说的。”我将我 B 超单子甩在婆婆脸上：“不喝是吧？那我就去打了他。你儿子不过是一直有些许可能下蛋的公鸡，这碗药配他绰绰有余。”我不仅生育功能正常，还查出我怀孕2个多月了。两人都极为震惊，惊喜之情跃然而上。我们老周家有后了，列祖列宗在上，请受我一拜。我真的要当爸爸了，完全忽略了我刚才说的话。很快我就泼了他们一头冷水。喂，都别高兴得太早。他们停止了说话，双双看向我。从今天起，请您每天熬一碗今天这种药，端给您儿子喝。不然我不会留下这个孩子，我当然不会打掉这个孩子。好不容易怀上孩子，无论是男是女，我都会抚养他们长大，教他们识字认理，树立正确的三观。可是面对好不容易得来的孩子，婆婆经不起一点下。尽管周赫然面露难色，十分抗拒，为了儿子，她也不得不憋屈地答应我的霸王条款。婆婆每天雷打不动地熬一碗药端给她，就连她去出差，我也等熬好了装进瓶子快递给她，还让她开着视频喝完。婆婆也不敢再干涉我其他事，每天面对我都是笑嘻嘻的，逢人就说她要有金孙了，可把那些邻居阿姨气得够呛，每天对我的肚子嘘寒问暖。我说往东她绝不会往西，生怕一个不小心她的大孙子没了。直到产检那天，检查结束，婆婆迫不及待问医生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。医生出于职业操守，并没有告诉她。没想到当天晚上回家，她就让我打掉孩子。我刚进家门，饭还没来得及吃一口，她就冲过来把我往外拉，嘴里嚷嚷着：“你不是说要打了这个孩子吗？走，我们现在就去医院。”我不知道她突然是发什么疯，我拉住墙壁，尽量不让她把我往外带。“婆婆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还怀着孩子呢，你还有脸提孩子？我就是因为我的大孙子才被你拿捏住，还让我儿子受了委屈，我才知道你肚子里怀的是个女的。大师说了，这个女的生下来，我家就再也不能生孙子了。你给我去打了去，然后准备给我生个孙子，我只认孙子。”胳膊被攥得生疼，我猛地用力一甩，他被扔到了地上，嘴里嚎叫着：“打人啦，打人啦！”我甩手，不屑地冷笑2声：“你都敢杀人了，我怎么不敢打人？”他挣扎着想站起来，没扶稳，又一下摔到地上，疼得他嗷嗷直叫。正巧这时周赫然回来，把他妈扶起来，听完他妈的倒打一耙，转过身来就开始数落我：“江瑜，你非要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才作数吗？
我就没指望着他会帮我，但是心里还是说不出来的委屈。也许是孕激素作怪，你当真以为你怀个孩子，这个家就是你做主了？怎么，你还想站在我头上拉屎？我想说话，但始终有一口气堵在嗓子眼，能发声了，声音有点哽咽。没错，还没等我说完，婆婆跑上来推搡我一把，我撞到沙发壁上，一瞬间肚子隐隐作痛，也出现肉眼可见的一抹猩红。我慌了，快帮我打120。周赫然按下数字后，却被婆婆掐断了。别帮他，这个孩子早就该死了。我失望地看着他，眼泪簌簌地流，随即冷静下来。刚刚是慌了心神，明明我的手机就装在包里，去医院的路上也没人陪同，还好去得及时，撞得不是很剧烈，小宝宝也很坚强。感受着宝宝的心跳，我无比的安心。我马上就要当妈妈了，世界上最伟大的职业之一。回家后，为了不磕碰到哪里，我极度小心，一直躺在床上休养。所幸周赫然还没无情到不给我饭吃这一步，可是一直躺着也不是个事儿，适度锻炼对胎儿有好处，生的时候也更简单快速。只可惜我最终和这个孩子没缘分。我第一次打算下楼去散散步，结果就从楼梯上摔了下去。在医院醒来，婆婆在一旁拍手叫好。我躺在病床上，听着她幸灾乐祸。早让你打掉你不照做，现在好了，自己没了，人家根本不认你这个妈。我知道，婆婆也高兴不了多久了。害我流产的就是她，但是和别人拼的第一步，就是要先养好自己。过了1个月，我出院回家，我将周赫然、公公、婆婆都叫来客厅，我坐在左边，他们3个都坐在右边的沙发上，整理了一下情绪。我对准婆婆，掷地有声：我有2个条件，第一，跪下，给我和孩子磕头认罪。一听我的话，婆婆气得七窍生烟，凭什么？我怎么你了？你这是大逆不道！周赫然也在一旁附和：江瑜，你太不像话了，你让我妈给你道歉，她可是我妈。公公看看我又看看他们，是个十足的旁观者。我冷哼一声，顺手拿过杯子砸到地上。你妈又怎样？在我这里，她是害死我孩子的凶手。你今天若是不道歉，那么明天证据就会出现在法庭上。第二，我们离婚，你净身出户。我看了一眼周赫然，你不配做别人的丈夫，你也不配做孩子的爸爸。孬种！婆婆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。江瑜，说什么孩子？我看你就是为了钱，离婚是不可能的。你以为我会让你分走我儿子的财产吗？你有得起什么证据？证明什么？周赫然也摆出一副阴冷冷的笑。江瑜，你做梦！我是不会和你离婚的。我将视频随手甩到他们面前，里面是婆婆害我流产的证据。从她第一次不顾一切想让我流产的第2天，趁他们不在家，我就让人装了摄像头。看完之后，他们一阵惊慌。婆婆转身想把手机藏起来，周赫然将手机抢过去，直接就放进她面前的水杯里。婆婆生气的脸庞立马变得得瑟。这样你就没办法了吧？人死不能复生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这种小事就让它过去了吧。周赫然说的有些恳切，我简直要被气笑了。你们不会以为我就只有那个视频吧？那个是拷贝的，原视频还在我这里。我气定神闲。周赫然，你要怎么选？面对牢狱之灾，婆婆也不淡定了，脸上的褶子都皱成一团。他们在焦急地商量该怎么办。倏地一下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婆婆就抱着我的小腿哭嚎：瑜瑜呀，是我对不起你，都是我老婆子的错。
你就原谅我吧。我道歉，我去给孩子磕头。接着他抬起头来，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。那孩子的墓地在哪？不必，关于孩子，你们都不准去祭拜，省得脏了他轮回的路，包括你，孩子的父亲，你也不配。就在这里磕头认罪就行了。不够想，还是不够。周赫然看不下去了。江瑜，你够了。我讥笑。怎么？你想把你妈送山上去，还是你来替她？周赫然把他妈扶起来，自己跪下对我磕头，轻飘飘的，都没个响。在他弯下头去的那一瞬间，我精准采击，砰的一声，只见他额头已经渗出血来。够了吧？他们觉得我会就此罢手？我捏住周赫然的脸，甩手就是一巴掌。这一巴掌是为了祭奠我死去的孩子。婆婆惊呼：行了，我求求你放过我们吧。那可不行，你们还没答应我的条件。婆婆痛哭流涕：我答应，你要什么我都答应。周赫然，只不过他说能不能让他考虑3个月，我让他缩短到1个月，最后确定的时间是2个月。当然要给他转移财产的时间，这样我才好清楚他到底有多少财产。他的秘书已经被我收买了，钱转到哪里去，我这里都能有记录。他也答应了，先把目前住的房子房产证上写上我的名字，还要签一份合同，写明自愿赠与。因为这事我们闹得很僵，一直都处于冷战期，离婚期已经过了2星期。我连上班一直没开单都觉得喜滋滋的，抬头就看见了婆婆和一个带着肚子的女人走进来。那个女人一进门就指着我，一脸傲然：我们要买房子，我要她来为我们服务。同事也在一旁问：江瑜，那不是你婆婆吗？旁边的女的谁呀？你老公不是独生子吗？我对着他们笑了笑，谢谢大家的关心，都去干活吧，摆出标准微笑。我又转过身去看着婆婆，这位是……婆婆笑得像只开屏的孔雀，这是我儿媳妇，我儿子早该和你离了。你看看人家小林皮肤嫩的都掐得出水来，再看看你，黄脸婆一个。那个小林挺直身子，顺便挺出她骄傲的肚子，用手摸了摸我这还没离婚啊，人家就怀孩子了，看起来快要生了。周赫然呐，周赫然藏得很深啊，之前还不想离婚，小3小4的肚子都显怀了。不过等等，周赫然不是有弱精症吗？我和他都5年了才怀上，该不会是那什么汤药真管用吧？不得不说一句，我真该死啊！难道我歪打正着把他病治好了？小3拉过我的手，一脸恳切：谢谢姐姐大度，接下来由我替你的班了。我一把甩开她的手，婆婆急忙扶住她，稳当了就指着我咒骂：你自己生不出孩子，就要害死我的大孙子！哎呦，杀人啦！这俩婆媳可真配，一个姐姐妹妹的，当她家这是皇宫呢，膈应！我靠！我笑着看婆婆破口大骂，回她：你家是有皇位要继承啊，整天金孙金孙，那你倒是抱一亿来看看，恶心！同事忍不住帮我打抱不平，哪来的疯老太婆闹事？感情是来这碰瓷的，快拿扫把把他们扫出去！对，我们这里不欢迎垃圾。闹剧我将房子以高价卖给他们结束。我作为我们公司的金牌销售，业绩有目共睹。老板得知这件事也为我感到不平，他让我把公司最卖不掉的那层楼介绍给他们，可以提价，还不给任何优惠。而婆婆和小3为了充面子，也高高兴兴地买下。当然，钱是婆婆用周赫然的卡付的，那张卡我以前从没见过，但是持卡人是周赫然，炸出来一笔。婆婆自己为是想要羞辱我，
自顾自地带着小三准们找我买房，他肯定不会让周赫然知道，而周赫然可能还在为赚出去一笔钱而沾沾自喜。这下他们买房的手续、证据我全都有了，这可是婚内财产。填名字的时候，我才知道小三名字叫林月，他想房产证也写他的名字，当然不可能了。如果真要写，我第一个不让。可惜她准婆婆，我婆婆也不让，最后写的是周赫然的名字。我婆婆还对她洗脑：小林啊，你都要嫁给赫然了，理所当然，他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，房子也是你的。再说了，孩子就要出生了，将来还不是全部都是孩子的，等等之类的。我当初好像也是被他们这样洗脑的。婆婆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买房委托授权书，好你个周赫然，早就盘算好了，因为房子早就装修好了。第二天，林月就直接拎包入住了。我这里也收到几条秘书发来的周赫然的转账记录，他在海外重新开了户，把钱都转那去了。可惜还没到约定离婚的时间，不然我当天就让林月怎么进去的怎么滚出来。等林月安置好的第二天，我就上了门，她满脸堆笑：姐姐，欢迎你。不好意思，我妈只生了我一个，这么嚣张的小三我还是第一次见。越往里走，我越感到惊喜。哟，这包挺好看。她仿佛在炫耀：姐姐真有眼光，这是赫然出差的时候专门从国外买来送我的，一个包46536呢，还是美元。再叫姐姐，信不信我拔了你的舌头？笑话，这明明是我让朋友代购的。周赫然说要送合作方的老婆，感情是送到他床上的合作方那里去了，都是证据。拍下来，高定衣服、鞋子，拍下来，化妆品，拍下来。他好似意识不到威胁来临，满脸讥笑：你该不会是羡慕赫然这么舍得为我花钱吧？真好笑，你觉得我会羡慕你？不过专捡我扔了的东西用的垃圾桶。距离我们离婚的日子还有半个月，可能是之前的伤没好利索，肚子隐隐作痛。我驱车去了一趟医院，医生让我好好吃药休养，不然可能要失去做母亲的资格。可是我居然在医院看到了我公公和林月，我公公半搂着林月的腰，林月怀里抱着个孩子，看来是生了。公公弯腰在林月耳边低语，小心翼翼的样子我从来没见过，而林月也笑得开怀。我在家里见到的公公都是对谁都不关心，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的模样。一时之间，我有些难以接受。难道是有什么灵感从我脑海飞过？我疯狂摇摇头。看见我的那一瞬，他们两个人就像触电一般，赶紧松开了手。公公抠了抠手指头：江瑜，你也来做检查？是的。我意味深长地笑了笑。你们这是？啊，那个赫然忙，我和你妈来看孩子，你妈交钱去了。好的，那你们忙。按理说是去交钱的话，婆婆也早该回来了，我一直没走。果真离开的时候只有公公一人，我又折回医院，找个借口抱了抱孩子就走了。对林月的讽刺也置若罔闻。我刚回到小区门口，就听见有人对着我指指点点，我大为不解。我也没得罪他们啊，到我们那栋楼附近，就有人扯我，还企图将我往小树林里拖。我刚想喊救命，就被人从身后蒙住了嘴。到了亭子里，我使劲咳嗽，好不容易能喘上气，一只手还帮我捶捶背。你人还怪好嘞。等我缓过来才发现都是邻居叔叔阿姨们，叔叔婶婶，我魂都被你们吓掉一半了。李婶，我帮你捡起来。王叔，都是老赵想的，你怪他。赵婶一拍脑袋，拉上我的手，
莫怪莫怪，吓到了吧？婶子这也是视频刷多了。然后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起来，小江，我们知道你一定是被冤枉的。是啊是啊，你那么善良一个女孩子，做什么他们敢这样子骂你嘞？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婆婆到处说你出轨了，还找了好几个，还说你故意留了他们家的孩子。是嘞，他们还说你想卷钱跑呢。我终于搞明白许多人为什么从进门就对我莫名白眼。所以叔叔婶婶们是想做什么？咱不能让你被欺负了去，我们要为你报仇。对，报仇。我出言安慰，没事儿，咱身正不怕影子斜。不行，这样慢慢的你的名声就被毁了。是啊是啊，是他们不知道你的好，多亏我乐善好施，总是主动帮助这些邻居们。我平时就喜欢烘焙，做的很多，吃的很少，刚出锅就送给他们吃。我还会跟着叔叔们学下棋，现在的棋艺也是日渐精湛了，也多亏婆婆的差人缘。婆婆经常在小区吹牛，将周赫然吹得天花乱坠，将我和别人家的宝贝贬得一文不值，尖酸刻薄，还会攻击造谣别人。所以他们是真的打心底喜欢我，不然真的是几张嘴都说不清楚了。关键是人家也不愿意听，只相信自己主观判断的，或者最先听来的。我到打印店把收集到的证据统统打印下来，交给邻居们，又把前因后果跟他们讲清楚。大妈们的传播速度简直杠杠的，不到2天，谣言就被澄清了。距离我们离婚还有3天，今天也是林月出院的日子，我也打算去凑凑热闹，顺便送他们一份大礼，勉强算作他们造谣我的回礼。虽然他们在小区里的名声已经烂透了。刚进门，婆婆因为逗孙子，喜笑颜开的脸瞬间阴沉起来。我还没说找你，你居然敢找上门来，你竟然敢在小区里说胡话，你给我马上去解释清楚，这样我还能饶了你。不知道公公是心虚还是什么，都没敢正眼看我。林月也没有那副无所顾忌挑衅我的神色了。你来干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，出去。我能来干什么？当然是来看看亲爱的弟弟了。林月瞬间瞳孔睁大，公公也不可思议地看着我。这里没有你弟弟。婆婆看看我又看看他们，不知道我们在打什么哑谜，最终还是决定将我赶出去。来到门口，我好言询问，婆婆呀，你确定不看看我带来的东西吗？她看了我带去的亲子鉴定报告，拿着纸张的手忍不住颤抖，眼睛通红。这一刻，她再也不是那个颐指气使的大孔雀了。她拉住我的手，好像我才是她的精神支柱。这不是真的吧？不是真的。我耸耸肩，难道我故意造假来骗你？我拿到 DNA 鉴定报告的时候，也吓了一跳。林月竟然不仅是周赫然的小三，还是公公的小三，业务能力繁忙啊！我就说，怎么那么奇怪？周赫然明明有病，林月不应该那么快就怀上他的孩子。感情那是周赫然他弟。突然，婆婆好像有了力量，冲进病房，死死拽住病床上林月的头发，嘴里大骂：“你个贱人，我要打死你！狐狸精，勾我老公，自己被绿了不能理解，还撺掇着儿子绿儿媳，天道好轮回！”公公死死地护住林月，你要打就冲我来！好你个周明，竟然敢背着我乱搞！他就连公公一起挠。随后，公公推了婆婆一把，她的头撞在柜子上，鲜血直流，一如我被撞那天。世界是个轮回呀！婆婆满脸的不甘心，头发凌乱，瘫坐在地上，开始拿出手机打电话给周赫然：“儿子啊，你爸他。”电话那边疑似传来安慰声：“妈，你别哭，
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在来医院的路上，林月怀的孩子是你爸的。接着，婆婆扔掉手机，奔向婴儿床，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孩子。我掐死你！谁都没反应过来，婆婆会有这样的举动。等到拦她的时候，孩子已经满脸通红。可是婆婆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，公公和林月两个人都拉不开她，护士赶来也插不进去。最后，公公一把抱住婆婆的腰，往后一甩，结果撞墙上晕倒了。这一晕，连他儿子最后一面都没见到。那个孩子被推往急救室抢救，却因为窒息时间太久，没抢救过来。林月蹲在门口抱头痛哭，公公也偷偷在角落抹眼泪。多么可惜的孩子，睁眼看世界还不满1个月。我突然有点想他，我那个都还没来得及降落的天使。希望你下辈子能遇到完整幸福的家，最大的噩耗还在后面。没过几分钟，我就收到医院打来的电话，周赫然出车祸了。也许是受那个电话的影响，来医院的路上他开的速度很快，可能心绪不宁，经过路口闯红灯，径直朝大货车撞去，直接车毁人亡。喊去辨认尸体的时候，简直没眼看了，骨头可能也错位移位了。凭着身上的物品，我才能勉强认出来那是他。走出停尸房，一天吃的都被我吐了出来。这下子我不用离婚了，直接天人永隔了，人鬼殊途。没想到多了个弟弟，对他打击那么大。婆婆昏迷不醒，公公和林月无暇搭理他，再放就要生蛆了。我抱着周赫然的骨灰盒子，正好看见路边有个垃圾桶，要不扔了？不行，会吓到别人的。最后我选择殡葬服务一条龙服务最低套餐，将它草草埋了。眼不见心不烦。第二天婆婆醒来，第一件事就是骂骂咧咧要找公公和林月算账。我告诉她周赫然死了，她又晕了，再次醒来后哭得稀里哗啦，嘴里哀嚎着，都怪我，是我害了我儿子。经过这么些天的打击，她整个人形如枯槁。看在周赫然留下的遗产可观的份上，我给她弄了医院里最贵的疗养套餐，没几天就面色红润了。可惜最终等着她的是法律的镣铐。公公和林月把婆婆告上法庭，我也呈上她害我流产的证据。视频里，婆婆将油倒在楼梯上，我下楼梯时没有注意，不慎摔倒，导致流产，犯故意伤人罪，杀害了公公和林月的孩子，证据确凿，还有目击证人，犯故意杀人罪。婆婆嘴里始终碎碎念，是我害了我儿子，是我。她也许一辈子都将在监狱里深刻忏悔。周赫然的财产也被追回，遗产按照法律规定继承。在这之前，我将那套房子里周赫然送林月的物品都给搬了出来，整整1卡车，该变卖的变卖，该扔的扔。他回家来还恬不知耻地拦下我，这是我的东西，你怎么敢随便乱动？我要报警。我将小票、购买记录甩他脸上，你倒是看看我搬走的那样，不是用我的钱买的，你指出来，我10倍奉还。那些东西，我本来还想着照下来当离婚官司的证据，现在看来是不用了。他翻看了一会儿，又灰头土脸地进去了。我急忙叫住他：“哎，你可以搬走了，现在这房子是我的，这是我家，是我的房子。好赖话不听啊，这个人是非得死皮赖脸，咋那不要脸呢？户主是周赫然，现在他死了，遗产由我和他爸妈继承，他爸妈倒是可能有个厕所，有你什么事？还是你觉得他妈会让你住？”可能是想到他妈的样子，林月忍不住打了个颤。
他搬走了。我和周赫然两个这些年也挣了不少钱，将后来买的房子卖了以后，按照遗产分配顺序，我所有的财产我占2/3。真是多亏婆婆这个大好人，这些钱足够我下半辈子衣食无忧。我想也没想，就暂时先辞职了。好久没全身心放松休息了，整天不是职场上尔虞我诈、人情世故，就是在家里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斗智斗勇。我想好了，我要先环游世界。第一站是大理、丽江、香格里拉，有风小院早已深深地吸引了我。第二站西藏、成都、重庆，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，加油！故事完。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婆婆害我大月份流产，转头却在亲戚当中造谣，说我缠着老公同房才导致孩子没了。我反手将一张照片发到家族群里，并配文说我不知羞耻，跟您比我可是甘拜下风。我正在做午饭，微信突然响了，拿起手机一看，是老公的大姨父在婆婆那边的家族群里艾特我，还是年轻人有激情啊！没想到苏晴你平时看起来挺高冷，私底下却这么热情，连孕期都不闲着。什么玩意儿？我懵了，顺着他这条微信往上翻，我顿时瞪大双眼。就在刚才，婆婆在群里吐槽我不肯生3胎，害她没孙子可抱。三姨就问她我2胎到底是怎么流产的，她发了个撇嘴的表情。说起来我都替她害臊，肚子那么大了还缠着我儿子同房，结果第2天孩子就没了。三姨，天哪，真不要脸，怎么能只顾自己爽，不管孩子死活？婆婆，作孽啊！三姨，难怪孩子走了，有这样自私的吗？估计生下来也活不到大。婆婆，可怜我的小孙女呀，奶奶都没机会抱抱你。紧接着大姨父就艾特了我，看着3人的对话，我气得浑身发抖。这是赤裸裸的污蔑，真相根本不是那样。2胎怀孕8个月的时候，卧室门口莫名其妙出现一滩水，我不小心踩上去滑倒，导致胎儿流产。由于我已经剖腹2次，而且体质太虚弱，出院时医生一再叮嘱，绝不能再要孩子，否则会有生命危险。然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事情才过去5个月，婆婆就开始催我怀3胎。孙家香火不能在孙明这里断了，你赶紧趁年轻给他生个儿子。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明明那天医生叮嘱的时候他也在现场，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婆婆不以为意，生3胎的多了，也没见人家都死了，就你娇气，那我也不能拿自己的命去赌。3胎不可能，想都别想。我态度坚决，不留一丝余地。没想到我前脚拒绝他，他后脚就在群里诋毁我。我拿着手机，气冲冲闯进婆婆房间，她正打电话埋怨大姨父：冤家，你艾特那个疯女人干什么？嫌我日子太清静是不是？见我进来，她连忙挂断。我气愤地瞪着她：妈，你为什么在群里胡说八道？我什么时候带着肚子跟孙明同房了？孩子怎么没的？你不知道吗？婆婆脸上闪过一丝慌乱，但很快又扬起下巴，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。那你好好的，为什么突然要跟孙明一起睡？如果不是同房动了胎气，怎么可能摔一跤孩子就没了？看着婆婆胡搅蛮缠的嘴脸，我恨不得上去甩她一耳光。自从知道我2胎怀的是女儿后，她便怂恿老公孙明跟我分房睡，说什么男人跟孕妇睡会破坏自己的气运。孙明也埋怨我晚上起夜频繁，导致他睡不好，白天没精神工作。我心疼孙明，
于是答应了分房睡。出事的前一晚，我不知道怎么了，只要闭上眼睛就做噩梦，于是便叫来孙明陪我一起睡。我可以对天发誓，我们什么都没做。刚迈出卧室门，我就摔倒了，不知道谁在门口地上倒了一滩水，我没看见，踩了上去，孩子没了。婆婆一口咬定水是我6岁的女儿月月倒在门口的。月月哭着说不是她没有玩水。但是孙明根本不听，拽过月月就一顿暴打，打得月月哭到失声。我跟孙明是夫妻，凭什么不能一起睡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们同房了？你往我们屋里安监控了？没等婆婆张嘴，我又道：倒是你，整天穿着内衣内裤在家里晃悠，一点都不避讳你儿子，该害臊的是你才对。婆婆张大嘴巴，惊抓抓地叫起来：反了天了，反了天了！竟然敢跟长辈这样说话！我这就打电话给孙明，让他回来教训你。呵，他以为我会怕？结婚这么多年，我对孙明100%顺，并且处处包容他这个不省心的妈。不是因为我怕他，而是因为我爱他。但如果真的触及到我的底线，我绝不会姑息，马上在群里澄清并且道歉，否则这事儿没完，谁来都不好使。说完，我转身回了自己屋，还有2个老东西要收拾。我在群里艾特大姨父和三姨，我婆婆胡说八道，你们就跟着瞎起哄，怎么自己家的锅底有多黑不知道？消息发出去没几秒，那俩人就蹦了出来。大姨父，苏晴你怎么说话呢？我们好歹也是你的长辈。三姨，就是没大没小，也不知道你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。我冷笑，长辈拿你们当长辈，你们才是；不拿你们当长辈，你们屁都不是。话落，2个老家伙瞬间急眼了。大姨父，孙明呢？出来管管你老婆，她要上天了。三姨直接艾特了孙明，滚出来，别护短。孙明毫无动静，我笑得更欢了。他今天陪领导参观工地，根本没空看手机，怎么可能回应他们？瞧把你俩闲的，那我们就来好好唠唠。大姨父，这次回老家，大姨和表哥有没有犯病啊？有没有拿刀砍你？跟网友私奔的表嫂有没有消息啊？大姨有精神病，只要一受刺激就拿刀乱砍人。表哥遗传了大姨的病，有过之无不及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2人并没有被邀请进入家族群。去年大姨父连哄带骗给表哥娶了个媳妇，没过1个月，表哥犯病，对方便火速跟网友私奔了。大姨父受不了这个烂摊子，索性一个人从老家跑到婆婆这边来打工。没等大姨父回复，我又点名三姨。三姨父现在还是住在小三那里，不肯回家吗？听说你每天都要接送他们的私生子上下学，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。对了，我记得三姨父之前是在群里的，怎么突然退群了？该不会是要跟你离婚了吧？这些个烂事都是婆婆平时跟孙明八卦时提到的，我本来不感兴趣，没想到今天居然派上了用场。果然，那俩人被我戳到了肺管子。三姨，你个小贱人，给我闭嘴！她艾特婆婆宋春霞，你答应替我保密的，为什么告诉别人？你的承诺是放屁吗？婆婆赶忙安抚，三妹你别急，姐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你信我，我只是一时说漏了嘴。这时，一直没出声的四姨突然冒了出来。听说当初分家的时候，四姨分的最少，所以一直对这3个姐姐有意见。哟，三姐，平日里你总在我们面前充贵妇，没想到过得这么憋屈，真给我们老孙家丢脸。说完，他又挖苦大姨父：姐夫，早跟你说了，
结婚前跟人家姑娘说实话，别瞒着人家。你就是不听，这下人财两空了吧？大姨父终于憋不住了，妈的，孙明这小子怎么不接电话？他连着艾特孙明，今天你必须给我教训苏晴这丫头，不然我饶不了你。三姨，我们老孙家都被人骑在脖子上拉屎了，你再不出手，以后就别叫我姨。隔着屏幕我都能想象那俩人气急败坏的嘴脸，可惜他们上蹿下跳半天，孙明也没搭理他们。我美滋滋地退出群聊。晚上8点，孙明终于回来了，他冷冷地瞥我一眼，径直钻进了婆婆屋。不用想，肯定是婆婆跟他告状了。过了老半天，孙明才从婆婆房间出来，张嘴就责怪我：苏晴，你发什么疯？说过多少次了，我爸死得早，我妈把我拉扯大不容易，对她放尊重点，你怎么就是不听？又是这套说辞，我耳朵都快起茧子了。孙明，你妈不容易是我造成的吗？她不容易就能随便造谣别人吗？孙明烦躁地皱眉，亏你读了那么多年书，竟然跟一个老人斤斤计较，我简直哭笑不得。一个人值不值得尊敬，要看他的品行，而不是年龄。年龄再大，不干人事，我照样修理。孙明狠狠地瞪我一眼，就你这样，早晚众叛亲离。说完，他转身又回了婆婆屋。我做好了晚饭，两人也不出来吃，而是点了烧烤和啤酒，躲在婆婆房间大快朵颐。我一个人坐在餐桌前，委屈的想哭。为什么受伤的是我，老公却不站在我这边，还要对我冷暴力？我默默攥紧拳头，既然孙明不作为，那我就自己报仇。我要把婆婆只穿内衣内裤跟孙明坐在一起的画面拍下来，发到家族群里。是的，你没看错，炎炎夏日，婆婆却不喜欢吹空调，但她又热，所以每天在家就只穿内衣内裤晃悠。甚至孙明下班回家后，她也不肯穿上睡衣，还经常母子二人紧挨着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我曾数次提醒他们这样不好，可婆婆却说她从孙明小时候开始就这样，让我思想不要那么肮脏。我倒要看看，等我把照片发到群里，大家会说我思想肮脏，还是你行为肮脏？晚上10点，我哄睡了孩子，蹑手蹑脚来到婆婆门口，门没关严实，留着一掌宽的缝隙。我小心翼翼地探过头去，果然看见孙明和婆婆紧挨着坐在床上。婆婆照例是内衣内裤，孙明则光着膀子，下身只穿一条短裤。她还算自律，暂时没有中年发福，但婆婆一身松弛油腻的肥肉，看着别提多辣眼睛了。我举起手机，迅速拍了几张照片，然后就打算回自己房间。谁知没走2步，婆婆的声音突然从里面传出来。我今天又跟她提了生3胎的事，她还是不同意。孙明，妈，别费事了，这个婚我离定了。我瞬间僵在原地，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。孙明要跟我离婚？婆婆，妈支持你，生不出儿子的女人留着有什么用？孙明，我都想好了，房子必须归我，等我再婚了还要住。婆婆，没错，月月的抚养权我们也得拿到手。你大姨夫说了，如果我们肯把月月过继给你表哥，就给咱20万。孙明没有拒绝这个提议。我站在门外，气得整个身体都在颤抖。我结婚10年的丈夫，我认定要携手余生的男人，因为我不给他生儿子，就要跟我离婚，还要霸占我的房子。他凭什么？那是我父母婚前给我买的，他没出1分钱。我好恨自己当初恋爱脑，一结婚就往房本上添了他的名字，还有女儿月月。他平时不疼不爱就算了，
竟然为了20万就要把他过继给表哥，那个精神病，发起病来连自己爸妈都砍，月月跟着他，不就等于送死吗？那对母子丝毫没发现门外有人，继续肆无忌惮的密谋。婆婆，你跟美娜怎么样了？孙明，老样子，美娜是谁？我把自己和孙明的交际圈在脑子里过了一遍，死活想不起有叫美娜的人。婆婆，说起来我还真喜欢那丫头，年轻屁股又大，一看就好生养，而且还听话，比苏晴那个疯婆子不知道强多少倍。孙明，没错，所以我打算等美娜一怀孕就向苏晴提离婚。我真是跟她过够了。我呼吸一滞，震惊地瞪大双眼。孙明居然背着我出轨，而且听那意思，时间已经很久了。我像被抽干了力气一样瘫坐在地上，难怪要跟我离婚，原来早就有了新欢，而我竟全然不知，还想着过几天他生日的时候，把他心心念念的名牌手表买来送他。我真是世界第一大蠢蛋。房间里的对话停止了，就在我以为两人睡着了时，孙明突然开口：“妈，你给我说实话，那滩水是不是你泼的？”婆婆沉默不语，我的心瞬间提到嗓子眼，等了好一会儿，没错，是我。我知道你想要儿子，但是下不去手，所以妈就代劳了。妈不怕报应，只要我儿子能后继有人。孙明发出一声感叹：“谢谢你妈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你真心替我着想。”婆婆，什么话？天底下哪个当妈的不希望自己儿子好？我死死捂住嘴巴，不让自己发出半点声音，但眼泪早已夺眶而出。我的二宝，我千辛万苦怀了200多天的小天使，竟然是被他奶奶亲手害死的。大脑一阵眩晕，孕期的记忆翻涌而来。因为体质原因，我孕吐特别严重，前6个月几乎吃啥吐啥，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吐血。好不容易熬过孕吐，妊娠鼻炎又找上门来，只要一躺下就鼻塞喘不上气来。为了孩子，我硬撑着不吃药，所以那段时间我都是半坐半靠着睡觉。但即便这样，我也没想过打掉孩子。他们凭什么？凭什么一句想要男孩，就残忍地夺走我宝贝的生命？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，医生把他从我肚子里剖出来，一个白白胖胖的小人儿。可是他紧闭双眼，没有呼吸，没有反应，头和四肢无力地耷拉着。我哭到背过气去，多少个深夜，我都想从窗台一跃而下，追随我的宝贝而去。想到这儿，我攥紧拳头，指甲深深刺进掌心，鲜血顺着指缝滴落在地上，我却感觉不到一丝疼痛。此时此刻，我的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我要报仇，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。第二天，我早早来到工作的诊所，坐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昨晚偷拍的照片发到群里，并配文说我缠着孙明同房。也不知道谁更没羞没臊，我可是有照片为证哦。不出所料，群里瞬间炸开了锅。最先发言的是三姨的女儿，今年刚大学毕业。救命，好恶心，求一双没有看过的眼睛。三姨，一边去，小孩子家不要乱讲话，就是恶心啊，还不让说了。我将来的婆婆要是这样，我立马离婚。表嫂可真能忍，几句话，婆婆被炸了出来。咋呼什么？我跟孙明是亲生母子，有什么好避讳的？有些人不要心脏眼也脏，看着老公跟婆婆亲近就眼红，别搞不清楚状况。孙明首先是我儿子，其次才是别人的老公。紧接着他艾特我，赶紧给我把照片撤回去。我告诉你，疯女人，这事儿我跟你没完。我忍不住嗤笑一声，不是说正常吗？
干嘛急着让我撤照片，放在群里给大家欣赏呗？婆婆顿时哑口无言。这时，吃瓜群众四姨上线了。二姐，不是我说你，女大必父，儿大必母，咱们做父母的还是要有点边界感。四姨的儿媳也冒了出来。对呀，二姨，我妈连我们两口子的房间都不进，无论多热，在家都穿得整整齐齐。这一点您真要跟我妈好好学学了。婆婆被说得恼羞成怒，关你们什么事？都给我闭嘴！我对着手机乐得直拍大腿，真好，不用我出手就有人教训她了。婆婆不再吱声，群里暂时安静下来，但我知道她肯定没憋好屁。果然，孙明的微信虽迟但到，苏晴你吃错药了是不是？马上把照片撤回，不然日子就别过了。我特么早就不想跟你过了。将微信设置成消息免打扰，任凭他一条又一条，我就是不回。反正他这几天出差不在家，能奈我何？整整一上午，我没有病号，就坐在办公室里看群里的女人掐架。不得不说，四姨可算逮到机会发泄心中的积怨了，跟儿媳妇联手，把婆婆和三姨喷了个狗血淋头。婆婆吵不过，气急败坏地艾特我，说她要离家出走，看孙明回来我怎么跟她交代。笑话，当我苏晴是吓大的吗？我直接甩给她一句好走不送。3天后，孙明出差回来，他连衣服都没换，一脚踹开我的房门。待看清我的样子后，他瞬间愣住了。我身穿一袭水蓝色修身长裙，长发披在后背，脸上画了精致的全妆。老公，生日快乐！我笑着将孙明心心念念的名牌手表递到他手上。孙明怔怔地接过，收了我得礼物就不许再生气了哦。我挽着他的胳膊来到餐厅，桌上有我精心准备的烛光晚餐。孙明一脸防备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抿了抿嘴，忍着恶心道，前几天是我不懂事，老公你看在这块表的份儿上，不要生气了好不好？孙明拿起手表端详一番，脸色终于缓和。这款20万的男士手表，他相中好几个月了，但他那点工资根本买不起，而我的月薪是他的5倍。这次就算了，别再有下次。我倒了杯红酒递给他，他接过来跟我碰了碰杯。老公，难得这么开心，不如拍照发个朋友圈吧。说着，我拿起他的手机。你干什么？他皱眉夺过来。我自己会拍。好小子，还是一如既往的谨慎。婚后，他从不让我看他的手机，开锁屏的时候都是背着我输密码，说什么夫妻之间要彼此信任。我信了他的邪，没想到他却给我戴绿帽子。查不了他的手机，自然就很难掌握他出轨的证据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早就谋划好了，我要让小三自己现身。孙明拍了晚餐，拍了蛋糕，拍了手表，但就是没拍我。我不依，搂着他的脖子强行拍了张合照，然后监督他发到了朋友圈。第2天，孙明将婆婆从外面接了回来，不知道她怎么跟婆婆说的。对方虽然还是拉着脸，但暂时没再找我茬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千方百计哄着孙明，一边给予物质上的满足，一边霸占他全部的业余时间。今天拉他去看场电影，明天让他带我和女儿亲子游，后天又一起在家做爱心糕点。所有这一切，我都要求他必须发朋友圈，而且必须要有我们2人的亲密合照。孙明被我哄得找不着北，居然全部照做了。没过多久，一个陌生女人加我微信，自称叫方美娜。我笑了，鱼儿果然上钩了。看得出来，方美娜很不爽。老女人，秀什么恩爱？
你以为孙明还爱你吗？别做梦了。方小姐，你我素不相识，何出此言？我老公不爱我，难道爱你吗？方美娜发来一个得意的表情，还真让你说中了。孙明跟我在一起2年多，不仅说过爱我，还答应踹了你娶我。我还给他一个叹息的表情。方小姐，我知道孙明很帅，喜欢他的小姑娘很多，但像你这样单相思到魔怔的，我还是第一次见，建议去医院挂脑科。方美娜，你不信？当然，我信誓旦旦，我老公是这个世界上最靠谱的男人，我们结婚10年，非常幸福，他绝对不可能出轨。方美娜不再吱声，而是刷刷刷发来几10张她跟孙明的亲密照，有在床上的，有在车上的，有在电影院的，其中不乏一些大尺度的裸露画面，甚至还有用过的橡胶制品的照片。我一张一张浏览着，手指不自觉地抓紧床单，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但我还是被他们的无耻戳到了。想到2年来一直在跟别人共用一个男人，我就恶心的想吐。怎么不说话了？傻眼了吧？识相的就赶紧滚蛋，别等着被扫地出门。我默了默，方美娜，破坏别人的婚姻是不道德的，霸占别人的爱人更不道德。他比我这个正室还要理直气壮，你还搞不清楚吗？孙明已经不爱你了。现在不是我在破坏你们的婚姻，而是你在破坏我们的爱情。我忍不住翻了个大白眼。好的，明白了，这是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恋爱脑，又蠢又坏。跟这样的人对话，简直是在浪费生命。我不再理他，任凭他狗吠不停。反正孙明出轨的证据已经到手了。晚上，孙明下班回家，见我没给他倒水，也没有做晚饭，立刻皱起眉头抱怨。我愤怒地指着他：孙明，你还有什么资格让我伺候你？你跟方美娜的事我都知道了。说着，我把手机举到他脸前。你们是真不要脸啊，连用过的那玩意儿都要拍照留念。我一边骂，一边给他展示那些照片。孙明先是一惊，紧接着夺过手机，一条条查看我和方美娜的聊天记录。我以为他至少会辩解几句，没想到他看完后却露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。没错，我出轨了，就是这个方美娜，你想怎么着？大有一拍两散的架势。我恨不得给他一耳刮子，但我忍住了。孙明，结婚10年，我对你掏心掏肺，你就这样回报我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我噙着泪，声音颤抖，看起来委屈又隐忍。你对得起我吗？对得起肚子里的儿子吗？你说什么？孙明拽住我的胳膊，一脸震惊。你怀孕了，你自己看。我抓起桌上的几张纸甩到他身上，那是医院的检查报告单，有 B 超、孕酮数值、血尿常规以及其他的妇科项目。白纸黑字显示我已经怀孕3个月，这么小就能看出性别？孙明将信将疑地问。我当即又甩给他一张单子，上面明确写着胎儿性别为男。多学点科学知识吧，别整天就知道跟小三鬼混。孙明拿着单子研究半天，又掏出手机查询。我面不改色随他去，就知道这个家伙鸡贼，没那么好糊弄。所以我找人作假的时候花了大价钱，不是专业人士根本看不出来。孙明果然上当了，他小心翼翼将我扶到沙发上，不停地道歉求原谅。我恨恨地瞪着他。孙明，我冒着生命危险给你怀儿子，你却出轨，我看这儿子也没必要生了。明天我就去医院打掉他。一听说我要打掉儿子，孙明瞬间急了。老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要打要骂随便，千万别拿儿子撒气。我不依不饶，就是不松口。
孙明扑通跪在地上，举手发誓，说以后再也不跟方美娜往来，不然就天打雷劈。最终在他的一再保证下，我才稍稍消气，勉强答应留下孩子。经过我这么一闹，家里一夜之间变天了，我翻身成了老大，说一不二。孙明像伺候祖宗一样伺候我，生怕他儿子有个闪失。婆婆看在眼里，恨不得用眼神叨了我。即使我怀了他的孙子，她依然看我不爽，时不时就作妖找茬。以往孙明都是向着他，但现在这个待遇没有了。孙明不仅处处压制他，甚至还当着我的面训斥他，说他越老越不懂事。看着那个老东西气得翻白眼，我别提多开心了。趁着这个机会，我又哄骗孙明签了一份协议。我告诉他，他的背叛让我变得很没有安全感，家里的所有财产以及女儿的抚养权必须无条件归我，这样我才能安心孕育儿子。孙明拿过协议，二话不说就签了，顺利的让我感觉不真实。我和他一起去公证处做了公证。回到家后，我故意将协议泄露给婆婆看，婆婆瞬间爆发了，揪着孙明的耳朵进了自己屋。我立刻跟上去，趴在门边偷听。孙明，你怎么能签那种东西？你就不怕他转头离婚，让你落个人财两空吗？孙明不以为然，妈，他都冒着生命危险为我怀儿子了，怎么可能跟我离婚？婆婆，人心难测，懂不懂？而且现在这样，美娜怎么办？孙明沉默片刻，妈，别提美娜了，她没文化，又只是个小保姆，除了年轻，哪儿都比不上苏晴。我呸！现在知道我好了，晚了。婆婆气得拍桌子，没用的东西，感情我白忙活一场，你最后还是被那个疯女人拿捏。孙明，妈，消停点吧，我已经决定跟苏晴好好过日子了，好好过日子。我恨不得冲进去啐他一脸，当我是垃圾回收站吗？从我知道真相的那一刻起，他孙明和宋春霞的日子就不会再好过。我的计划至此成功了一半，另一半还需要等待时机。然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时机很快就来了。看得出来，婆婆非常憎恨我，连带着我肚子里的孩子一起讨厌，一心想让方美娜上位，所以她使出了杀手锏，跟男网友聊骚搞暧昧。公公过世后，孙明坚决反对婆婆再婚。一方面在她的认知里，丈夫死了，妻子就该守寡以示忠贞；另一方面，婆婆每个月有3000块钱的退休金，她不想便宜了外人。婆婆深知孙明的心思，所以总拿这件事来逼他就范。这次也是，她故意当着孙明的面跟男网友微信聊天，笑得一脸荡漾，又故意和三姨打电话，问他适合老年情侣的旅游地点。甚至某天我下班回到家，发现家里有浓浓的劣质烟草味，我和孙明卧室的床单也出现了异常的褶皱。孙明大发雷霆，跟婆婆吵了起来。她不管那个男人是谁，只从婆婆身上下手。我却不声不响找人往家里安装了监控。他们不知道，我等这一天很久了。如果我没猜错，那个神秘的男网友就是大姨父。自从他来这边打工后，婆婆就经常让他来家里吃饭，两人眉来眼去，言语轻佻暧昧，还有那个烟草味，我太熟悉了。我之所以跟大姨父结梁子，就是因为他在家里抽烟。我说他不听，我每天都查看监控，谁知还没逮到大姨父，就先发现了婆婆的另一个阴谋。她给方美娜打电话，让对方假装怀了双胞胎男孩，然后找我挑衅，到时候你就专挑最恶毒最气人的话刺激她，把她气到流产最好。一次不成，咱就接着来，咱们俩联手，
我不信拆不散他们。你放心，万事有阿姨给你兜着，你才是阿姨认可的儿媳妇，早晚会让你进门的。看着监控画面，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，婆婆其实根本不在乎什么孙家的香火，她真正想要的是掌控儿媳，掌控儿子，掌控这个家。不依着她就作妖，甚至不惜把这个家毁掉。摊上这样的妈，只能说孙明上辈子没积德。我退出监控，轻蔑一笑，既然他们主动犯贱，那我就陪他们玩玩，看到时候谁刺激谁。方美娜约我在一家露天咖啡店见面，我怀孕了，是双胞胎男孩。那你去找孙明啊，找我做什么？我欣赏着自己新做的美甲，看都不看他。你，方美娜气得胸口剧烈起伏。我冷笑一声，是不是被他拉黑了？连他人影都摸不着。别问我为什么知道，孙明是当着我的面把你拉黑的，就为了讨好我。你个老贱人！方美娜咬牙切齿地骂道，别一口一个老贱人，怎么，你活不到30加吗？话落，方美娜一巴掌呼过来，我眼疾手快，一把拽住她的手腕。然而当我摸到她脉搏的那一刻，我愣住了。趁这个机会，方美娜抬起另一只手扇了我一耳光，随着清脆的巴掌声响起，我立刻倒地不起，手捂着肚子吱哇乱叫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！方美娜，你好狠的心！我的叫声引来一群人围观，大家指指点点，嘀嘀咕咕，咋回事？怎么大庭广众之下打人？看样子是名孕妇，不会出事吧？赶紧报警吧！方美娜吓傻了，趔趄着后退几步。你这是碰瓷！我根本没用力，怎么可能摔那么严重？你别想讹我！说完，抓起包包就跑了。我淡然自若地站起来，拍拍裙子上的土，然后找到咖啡店老板，要了刚才那段的监控视频。回到家，我把视频发给孙明，不出半个小时，他便火急火燎地回来了。此时我正蜷缩在沙发上，一副病恹恹的样子。我告诉他，我刚从医院回来，老公，我们的儿子差点没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当时都吓死了。呜呜！孙明黑着脸转身出了家门，一直到半夜他才回来，神色恍惚，一脸疲态。我问他怎么了，他沮丧地告诉我，方美娜流产了。方美娜是被孙明打流产的，她不知道对方怀孕了。更可笑的是，方美娜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怀孕了。婆婆气疯了，抄起拖把把孙明揍了一顿。孙明不辩解，也不反抗，就站那儿耷拉着脑袋，任凭婆婆打。看得出来心里很不好受。我美滋滋地坐在沙发上，一边打游戏追剧，一边喝奶茶吃水果，看都不看他们一眼。这出好戏马上就要剧终，我也懒得再演了。现在的任务就是吃好喝好休息好，明天来个完美收官。第二天，孙明开车载着婆婆回乡祭祖，这是他们家族的大日子，所有子女晚辈都要到场。我以怀孕外加山路颠簸为由，拒绝前往。婆婆不依，但是孙明同意了，她只好气呼呼地上了车。我算准时间，1个半小时后给孙明打去视频电话，问他到了没有。到了。大家也都到了吗？对呀。孙明将手机镜头对准老宅的主屋，里面坐满了人，婆婆4姐妹拖家带口，整整齐齐，唯独缺了我。知道了，挂了。我冷冷道。孙明不明所以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，今天就别去上班了。我瞥他一眼，直接挂断。紧接着我打开家族群，往里面发了一段视频，地点是我家客厅，主角是婆婆和大姨父。两人先是坐在沙发上聊天，聊了没几句，突然抱在了一起，紧接着便是激烈的互摸互啃。
撕扯对方的衣服。如此这般一会儿，两人转战卧室，急得连门都不关。摄像头正好能照到卧室的床，两人的苟且行为完完整整被录了下来。视频发出去，最先发言的是三姨的女儿。天哪，我没看错吧？这是二姨和大姨父。四姨发了一个无语的表情。不是他俩还能是谁？四姨的儿媳紧随其后。咦，这么大岁数了，这是干嘛呢？没眼看没眼看！婆婆跳了出来。苏晴，你这个婊子，你居然往家里安摄像头，带一副狗娘养的，老子要扒了你的皮！我对着手机咯咯咯笑起来，不用想也知道，那一大家子肯定乱成一锅粥了。孙明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打进来，我直接拉黑。他又火急火燎地给我发微信：苏晴，你疯了，马上撤回去，听到没有？我知道你不喜欢妈，但你不能做这么绝。妈这么大岁数了，你让她的脸往哪儿搁？求你了，快撤回去！我可以答应你任何要求，我无动于衷。2分钟转瞬即逝，眼看视频无法撤回，孙明把群解散了。倒是有点脑子，不过很可惜，我早就私发给了大姨一份。1个小时后，孙明打来微信语音，这次我接了，他开着车，语气十分焦急：苏晴，马上拿着银行卡和妈的证件去人民医院急诊室等我，我还有半个小时到。干嘛呀？我懒洋洋地问。妈被大姨砍伤了，很严重。孙明说话的声音都在抖，同时车后座传来婆婆痛苦的呻吟。没空，苏晴，算我求你了，不管你多讨厌妈，这都是一条人命啊！那她害死我二宝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那是一条人命？孙明哽住，你都知道了。孙明，我们离婚吧。我懒得再多说一句废话，只想让她和婆婆快点去见阎王。你说什么？我没有怀孕，一切都是我的复仇计划。孙明的脑子仿佛死机了，好半天才重启成功。你没有怀孕，还骗我签下那份协议。妈被砍是不是也是你设计的？没错，我早就知道她和大姨父有奸情，所以专门挑了今天放视频。怎么样？我是不是很聪明？苏晴，你这个毒妇！孙明怒骂道，紧接着狠力摁下车喇叭。滴，长达半分钟的鸣笛声通过手机传过来，我的心中开始兴奋。孙明有很严重的行车狂躁症，只要稍不顺心就会爆发，更别提被我这样刺激了。发作的时候，他根本没有理智可言，长摁喇叭，拼命加速，胡乱超车，简直跟玩命一样。对了，还要告诉你一件事，我早就知道方美娜怀孕了，而且她怀的是男孩哦。孙明气得大口喘息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忘了我是一名中医了？我从小跟着爷爷学习医术，毕业后任职本市口碑最好的中医诊所，号个喜脉对我来说易如反掌。那天方美娜打我，我握住她的手腕，摸到她脉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她怀孕了，所以我故意跌倒，让孙明心疼，然后去找方美娜算账。只是我没想到，她居然生生将方美娜打流产了。至于方美娜怀的是不是男孩，这不全凭我一说吗？啊，我的儿子！孙明疯了一样怒吼：苏晴，我要杀了你！通过发动机的声音，我判断此时孙明的车速已经超过120，而婆婆的老家位于山里，进出都是那条狭窄的盘山公路。路的一边是山体，一边是悬崖。果不其然，孙明吼完，紧接着就惊恐的大叫：砰！哐！是重物的撞击声和跌落声。我面无表情地挂断电话，永别了，孙明，祝你和你妈永世不得超生。
孙明是在盘山公路转弯处出的车祸，因为车速过快，车子直接撞坏护栏，冲下了悬崖。她和婆婆当场丧命。处理完两人的后事，我卖掉房子，带着女儿回到了父母所在的城市。当初他们反对我嫁给孙明，我就是不听，他们只好妥协，甚至拿出全部积蓄给我买了房。现在我终于知道，父母反对的人一定不能嫁。接下来，我将陪在父母身边，开启全新的人生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，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